体会人间冷暖，看尽世间百态。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老年人不吃晚饭或少吃对身体有好处吗？吃得越少活得越久的说法是真的吗？我们都知道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日3餐的，经常能听到别人讲健康饮食可以达到养生效果，早饭要吃好，午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而很多人为了减肥或者是其他原因都有不吃晚饭的习惯。那么这种方式是可取的吗？专家的回答震惊了无数人。在知名的古代经典医学著作《千金方》中，就曾有过提及夜饭饱损1日之寿，其表达的意思是晚饭吃得太饱会损害一个人的寿命。而在中医学中也推荐过午不食这个说法，这其中的午指的就是中午11点、13点这段时间，意思就是过了下午1点之后就不要再吃饭了。这种过午不食的做法现在仍然被一些老中医沿用，它的确是能够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除了过午不食，在饮食结构上也要注意。在其他的一些古代医书典籍中都曾提到过一种叫做滥肠之食的生活习惯，那就是晚餐无节制饮食。一些暴饮暴食、大鱼大肉的行为会对肠胃造成损害和负担，最后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国际权威论述自然期刊上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过午不食、年轻10岁的文章，其中的论述主要是以过午不食为主要论点。文章所表达的中心理论是，将人一天所需要的食物全部放在下午3点前食用完。通过对比试验发现，把进餐时间调整到下午3点前完成的人群，身体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些变化让人的身体由内而外地产生了年轻的变化。同传统的饮食习惯相对比，这类人群的皮肤状态出现了皮肤白皙、皱纹生长延缓、色斑减退等现象，而皮肤形态的改变代表着身体机能也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同时，根据日本人的研究成果显示，如果一个人感到饿意后，只要1个小时后不进食，之后身体就会出现一种叫长寿基因的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强大的修复功能，对身体益处颇多。在后续的跟踪中，适当饿肚子的那组人，比餐餐饱食的人，平均寿命和健康指数都要高出很多。其实，不只是日本，根据很多国家的研究，在人类的长寿因素中，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就是适当饿肚子。是一种养生法。现代医学已研究证明，癌细胞经过3至5天完全断食，只喝适当的水，癌细胞迅速死亡，增生、息肉都迅速萎缩消失。很多疾病都和过度饱食有关，例如感冒，有时候吃多了、积了食，再受点风寒，很容易引起感冒。而感冒后，如果轻易清肠胃，适度饿肚子，反倒容易痊愈。相反，若是一味想着补充营养，多吃点东西，好增加抵抗力，结果反倒会加重感冒。再比如，大多数人都有脾胃虚弱的问题，脾虚胃寒也都是饮食无度引起的。脾胃长期处于过劳的状态，得不到适当的休息，功能自然日益消退，久而久之就成了脾胃虚寒的状态。又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病、肝脏病、瘫痪、老年痴呆等疾病，都与饮食无节制有密切关系。在《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中就告诉了后人，如要获得健康长寿，必须做到食饮有节。在《内经全书》中已有详细的说明，五味过度损五脏，烟酒其性猛烈，易耗散维持生命的元气。现代医学已研究证明，过度的烟酒可导致全身很多器官受损，引起180多种常见疑难病。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得管好嘴巴，饿肚子。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道家的养生之法中，经常提到的一点就是辟谷，不食五谷。对芸芸众生来说，太过虚无缥缈，也不可行。但由此可见的是，少吃一点，吃到7分饱就可以了，确实是健康身体的前提之一。适当饿肚子，可以让身体的器官得到休息。病从口入，很多时候疾病的发生不是因为吃得不够，反倒是因为吃得太多。在不少古人的医书中，都将暴饮暴食、大鱼大肉称之为滥肠之食。顾名思义，吃多了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不亚于砒霜之毒。这就是人常说的吃五谷生百病，祸从口入。每个人都想自己健康长寿，就需要遵循古训，做到食饮有节，五味清淡，可养五脏，幸福就从口入了。但是想要健康长寿，并不只是在于吃与不吃，关键是要注意掌握正确的方法。其实并不是说吃的越少越长寿，而是要参考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减少热量的摄入，每顿饭不要吃太饱，适当少吃一点即可。那么吃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停下了？想要身体健康更易长寿，饭应该怎么吃？首先注意吃饭的时间，2餐间隔最好在4至6个小时，因为胃的排空时间是4个小时左右，这样休息的时候胃里的食物也差不多消化完了，胃液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从而可以保护肠胃功能正常。其次，注意控制每餐的量，不要吃太多，一般7、8分饱即可。如果想要减肥，只吃5分饱也是可以的。再者，注意晚餐的合理搭配，种类最好多一点，尽量包含主食、蔬菜、豆类及制品、肉类等食材，荤素兼顾，但是尽量选择热量低的，如粗粮饭、粗粮粥等，饱腹感比较强，但热量却比较低。总之就是清淡一些。最后就是注意烹饪方式，尽量多以蒸、煮、炖或凉拌为主，煎、炸、甜、咸食物最好不吃，或尽量少吃，避免摄入过的脂肪和能量。富养精神，穷养身体，这是现代人养生的不二法门。多看些有营养的书，如《黄帝内经》、佛学、道学、儒学、易经等，这些都有益我们修心养性，让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少吃点大鱼大肉烟酒，适当饿肚子，做一些适合自己的养生功法，才能保持全身经络通，气血活，组织器官功能旺盛，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从而实现长寿的目标。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